爸爸妈妈来上海只带了5000块钱来，那个时候是坐那个绿皮火车来到上海。然后我记得印象特别深，我小时候跟父母是住在那种老弄堂里面，然后上厕所都是需要倒马桶的那种。所以我家庭条件其实是出生的时候是很差的，一家人挤在一个就10几平米的一个小房子出租屋里面。租的。我爸爸妈妈当时是20岁出头，我爸妈结婚都特别早，爸爸是21岁娶的我母亲，然后那个时候父亲还在跑业务，然后后面呢，父母随着慢慢的年纪稍微大一点，父母就自己开店了。那个时候开店的人特别少，90几年，五金店，五金，还有那些配件店那些管道啊，然后旁边有很多的工厂就会找他们买配件，买配件之后，慢慢的把生意做上去，然后开始承接工程项目，家里条件就越来越好。我们是2000年买的房，2000年在上海，当时买了房，买房当时送户口，70平送一个嘛，我们买了接近150，当时送了2个户口，然后我跟我妹妹都全部转成上海户口了。然后到11年限购之前，然后就买了好几套。像90多年代这个父母开五金店的话，他怎么能够说赚到这么多钱呢？是他积累了一些什么资源吗？那个时候其实一个是信息差，那个时候开店的人并不多。第二个点，当时的很多的生意你是需要去维护的，比如说你店它只是一个流量的窗口，没有互联网，那么你是光靠店的生意是不行的，不是零零散散去买，而是店很多附近的工厂的厂长或者是负责人、采购员通过这个店买到你的配件，觉得很好。然后他那个厂里面的未来所有的零部件，全部都找你去承接，而是一个一个的把这些不同的工厂慢慢去拿下。那个时候父亲母亲我记得印象很深，爸爸当时去谈一个客户的时候就是很真诚，可能我们当时实力也不是很强，但是我们产品做的也还可以，我们产品比别人性价比更高，但是我们没有大实力，人家觉得你就是一个个体户。我妈妈爸爸在家里煲了鸭汤，然后开着车带着那个鸭汤到客户家给他吃我们的鸭汤，就是我们很有诚意，很真诚。慢慢08年之后就不开了，开始做贸易了，就是工程项目就开始承包很多的建筑材料。然后那个时候主要是漕河泾开发区，当时在开发嘛，然后那一片需要很多的材料，然后刚好有很多的关系拿到了，提供非常多的材料，那个时候就开始真正的起家了。所以真的是卧薪尝胆，就我爸爸对于一个采购员也是把他当做老板去对待。那这个采购员以后出去自己当老板了，自己去开公司了，他第一个想到的事情就给我爸，这个项目就给你做。对吧？情商特别高。对，他情商特别高，非常会沟通。还有就是我觉得我的母亲的价值很大。我的母亲虽然是个家庭主妇，但是我的母亲给人的感觉是很善良、很温柔、很稳定。那人家看到你的太太这么温柔贤惠，你这么拼搏，我觉得就该给你们去做这个单子。他是给人形成这种家庭的努力向上的这种精神。那么从这个阶段开始呢，你们等于又买了好几套房子了。对，那个时候就在核心地段买了很多的大虹桥板块，然后还有也是在静安板块。那现在应该升值很多了吧？对，差不多翻了多少倍了都？20-30倍了。那要的，大虹桥现在不得了啊。对，所以就是我觉得父母的眼光和商业思维就是会给我很强的一种感触，然后所以我会觉得我跟父亲差距很遥远，我会觉得我想追上父亲，然后到现在的话就有点半退休了，就地产行，因为早一期的老客户，我爸爸比如说今年都50多岁了，那一些比我爸爸比较大的一些关系户都60多岁了，慢慢他们也退休了，那退休之后也不再承接工程项目了，可能开始就没有那么多的关系了，那所以我就想自己做电商行业嘛，然后重新自己做一份事业。那像你爸妈当年2000年左右的时候，一年差不多就能挣几百了，你前面说几百万。对，就那个年代，父母真的是赶上了时代的机遇吧。但是应该所赚的这个钱也够你们用几辈子，可以说吗？就可以，就我觉得就是就你说躺平，只要不乱花，基本是也够的，因为你还有很多被动收入嘛。就是你要考虑的就是怎么有序的传承下去。可能父母给了我一个基础，但是你要在这个基础上去做加法，你要去往上再拉一个阶级，去更努力，而不是想着去倒退。想着去躺平，我觉得人生就是要不断的拼搏的功成名就。我觉得你没有到闭眼之前都应该拼命的去做加法。